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东西，它可能会真的完全改变你写程式的方式。这个工具叫做 Claude Code，但我觉得与其说它是个工具，不如说它更像你的一个 AI 程式设计伙伴。有个开发者讲了一句超经典的话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已经不自己写 code 了，我都直接问 Claude。”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把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都点出来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团队里多了一个永远不会累、知识库超广的 AI 队友，这就是 Claude Code 要带来的革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照着这个路线图一步一步来，从一开始认识这位 AI 队友，到最后你会学到怎么跟他合作无间，像个专家一样，成为一个真正被 AI 赋能的程式设计师。首先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先换个脑袋。Cloud Code 它不是一个你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的指令工具而已，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超资深的工程师，就坐在你旁边，你们可以一起讨论专案架构，一起写程式，甚至是一起解决那些让你很头痛的 bug。OK，心态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动手吧，实际来设定一下，让 Claude Code 在你的电脑里准备好上工。第一步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一定要装 Node.js？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现在网页开发的万用税士刀，它里面附了一个超好用的工具，叫 NPM。那 NPM 是什么？它就很像你手机里的 App Store， 让我们可以超级轻松的去下载、安装，还有管理像 Cloud Code 这样的开发工具。其实安装超简单的，真的就3个步骤。首先，你去 nodejs.org 官网把 Node.js 装起来，然后打开你的终端机，打一行 npm install 指令，把 Cloud Code 安装好。最后，只要输入 Cloud 这个字，它就会跳出指示，一步一步带你登入连接好你的账号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跟你说，这里有一个小撇步，但超级重要。为了让整个开发体验更好，我强烈建议你直接在你常用的程式编辑器，像是 VS Code 里面内建的那个终端机来跑 Claude。还有，更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在一个有用 Git 做版本控制的专案里面启动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一来，所有 AI 帮你写的程式码 Git 都会帮你记录下来，你可以随时回头看改了什么，万一出错，一键就能回到上一个好的版本，这就像是买了保险一样，超安心。OK， 都设定好咯，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。我们来实际体验一下，怎么跟 Claude 一起合作，从零开始盖一个全新的 App。在开始动手前，我们要先认识一个它的杀手级功能，叫做计划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下，你下指令给它，它不会傻傻的马上开始写 code， 它会像一个经验老道的队友一样，先反问你一些问题，跟你来回确认，确保它真的懂了你的想法，然后才会开始规划要怎么做。这个合作的流程可以保证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会跟你想的差太远。比方说，你跟他说，我想做一个代办事项 App， 他可能就会反问你，好啊，那你想用什么技术？需要登录功能吗？你们这样一来一往，就把整个计划给完善了，而且过程中你随时可以改主意。比如说等等，我们还是用 TypeScript 来写好了，他也能马上调整计划，超聪明的。这边听好哦，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专业建议。当 Claude 帮你把 App 的第一个版本生出来之后，在你动任何一行程式码之前，拜托马上用 Git 做一次 commit。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金句，尽早提交，频繁提交。这就像在玩游戏时设一个存档点，万一后面你或 AI 把东西改坏了，你随时可以读档，回到这个最干净可以正常运作的状态。好，从0到1很酷啦，但说真的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旧的，可能还很乱的专案打交道，对吧？那这种情况，你要怎么让你的新 AI 队友快速搞懂这个复杂的专案呢？答案就在一个叫做 Claude.md 的魔法档案里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份给 Claude 的新人入职手册。
就像你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，你总要给他一份文件，跟他说我们专案的架构长怎样，写 code 有什么规定吧？没错，这个档案就是你写给 Claude 看的专案说明书。所以你在这个档案里要写什么？很简单，就3件事：是什么、为什么，还有怎么做。你可以告诉他这个专案用了什么技术，程式码的排版风格是怎样，甚至是一些团队的工作习惯。比方说，我们每次修 bug 都会开一个新的 Git branch 哦。只要你把这些规则写清楚，之后 Claude 给你的所有建议和程式码就都会乖乖的照着你的规矩来。OK， 当你的 AI 队友已经摸熟专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玩点更猛的咯。我们要来挑战怎么利用它去做那种很大规模的架构调整，而且还要改得又快又稳。这边呢，基本上有2种模式可以选。刚刚讲的计划模式，就像是你开车时旁边坐了一个很谨慎的副驾，每到一个路口都会跟你确认一次。另一个模式叫 YOLO 模式。YOLO 你知道的，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的缩写，它就像是开启了自动驾驶。一旦你确认计划没问题，它就会一路狂飙，自动化执行所有步骤，效率超高。当然啦，风险也比较高，所以只有在你非常有把握的时候才用它。所以啊，当你要做那种会动到整个架构的大手术的时候，拜托你一定要照这个专业流程走。第一步，先叫 Claude 去探索一下相关的档案。第二步，叫他去规划，而且是提出好几种解决方案让你选。第三步，等你选好一个方案，再让他去生成详细的程式码执行计划，最后才让他动手，然后你再仔细检查提交。这个流程可以确保你在动工前就对整个大工程有100%的掌握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聊聊每个工程师的家常便饭——抓虫，也就是 debug 啦。我们来看看怎么用 Claude 建立一套有系统、可以重复使用的专业除错流程。这个除错循环很赞，因为它既简单又高效。首先，为这个 bug 开一个新的 Git 分支，把修改的范围隔离开。接着，用白话文跟 Claude 说你碰到什么问题，然后就让他去找出问题在哪，并提出修改方案。你同意之后，先回到 App 实际操作看看，确认问题真的解决了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你要像审查你同事写的程式码一样，仔细的 review Claude 产出的 code。所以重点来了 ，AI 给你的 code， 你千万不能照单全收。你要像做 code review 一样，拿着这个清单一项一项检查。App 的行为正常了吗？他写的 code 干净好懂吗？有没有照我们 Claude 大 MD 里面的规矩来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个修改有没有产生什么奇怪的副作用？这时候你就要去看系统的 log， 去分析那些错误讯息，确保你不是治了头痛，结果脚断了，解决一个旧问题，却跑出3个新问题。总结来说，你看，只要我们把 Claude 当成一个真正的伙伴，然后聪明地使用这些有结构的工作流程，不管是在打造新功能还是除错，你的效率和品质都会有飞跃性的提升。AI 写程式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了。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想一想：如果 AI 已经可以帮我们规划、建构、重构，甚至连除错都能做，那身为开发者的我们，未来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或许我们的假设正在从一个埋头苦干的工匠，慢慢转变成一个运筹帷幄的建筑师。我们的核心任务不再是亲手砌每一块砖，而是提出对的问题，并且有效地指挥我们的 AI 伙伴，去盖出伟大的建筑。